西村切ったのはどのくらい ?30 分ほどです。西村君。閣下。君は宝石工場に移ったと。はい。長丹の副団長という役割を比べれば、実際の経営活動が自分にもっとふさわしい。そう考えているのは結構だ。どのような場所であっても帝国の利益のために努力だ。はい。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は少々子供じみではないか。閣下、上海における不信はすでにできました。私は上海に泊ま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座りなさい。帰国のつもりか。師匠である渋沢栄一閣下のご上言を受け入れ、東北へ行きます。どうやら君も満手中心主義の影響を受けられるようだ。正確に言うと、児玉源太郎様の東北鉄道を中核として大規模な植民地経営の考えを賛同している。そうすれば上海における決権のすべて東北へ連れて行け。山形閣下は下野されましたか。私と生駒は閣下の軍事的に経営するのを支援しており、故に私の辞任を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西村君、君の万国商談。日本大副団長の辞表を確かに受け取った。おさらばだ。哎呀，哎，怎么样，经理？搞一台啊？哎，真棒，这样子也大气，现在就想买，但我手头紧，我拿不出银子。找你爹呀，他是大生的银钱董，那有的是银子。我爹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我之前大烟土被坑的事儿，那我爹为了救我，可是花了不少冤枉银子。我现在哪有脸让他给我买车啊？伯伯，不瞒你说，我通过这次这件事，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爹和我妈。我爹其实对我抱着挺大的希望，我一天天净给他们惹事儿，我就没干过一件正事。我真的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伯伯，我想好了，你以后多带带我呗。我以后我跟你好好干，我走正路。以后赚了大钱，我好好去孝敬我爹娘，我去报答他们。好啊，知礼，一下子就觉得你长大了，成熟了。我都替你爹娘觉得欣慰。好，我觉得吧，你要想干点事儿，不要在南通。我觉得你的性格更适合在上海发展，进洋行，做买卖，钱挣得多，还有面子。有兴趣吗？洋行好啊，但是洋行不是谁都能进的呀。你郭伯伯我是干什么的啊？这大半辈子就在上海这边打拼，洋行我有的是关系，只要你想进，一句话的事情。那太好了，那伯伯，你洋行给我引荐引荐呗。没问题啊。那谢谢郭伯伯。没有，先别着急谢啊。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啊。你只要把这事情做好了，我保证，最多2周。你就能进全上海最大的洋行啊！那钱呐，你就这种车子，随便买啊！到时候你买一台，给你爹再买一台啊！那老头在南通开着这个，不好吗？伯伯，
什么事儿？你说吧。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的一个小事儿，就是这一株好棉呀，一要果子多，二要开得早。你手里的是美棉种子，哎，这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青金鸡脚棉。这个棉花种出来，大概能纺出10只到18只的棉纱。哎呦，我了个乖乖！这我才离开几天呀？这肯蒙公司变化这么大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棉花？这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多的时候有100多种了。啊，100多种啊！我说任总，你现在可以啊，也懂得挺多嘛，讲的头头是道的。行啊，好好干，还在学习中。好好学啊。但是说实话，我跟你讲，就这些棉种，那普通人坐这看的话，那真是看不出啥区别。这都一模一样嘛，这有啥好的呀？这看不出啥分别嘛。你要真想学，我们这有现成的女先生，周明专，懂得可比我多。哎呀，这周老师是吧？哎，久仰久仰啊！哎，我是江之礼啊。那个，哎，周老师，你不是在那个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吗？怎么现在也改行种棉花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不学无术。明专可厉害了呢，人家从女士毕业以后，现在又在金陵女子大学读生物学专业。你呢？你知道生物是什么吗？哎，你行了啊，一边去。什么不学无术？那都是你们这些俗人对我最浅薄的理解啊！我其实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人。江公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那儿有一本农校新编的种棉手册，你可以拿去看看。哎，那太好了，那行啊，那改天吧，改天我约个时间，我请你吃饭啊，咱好好聊聊。别理他。我感觉没啥区别。哎，江公子，这棉种可不能混着放，怎么？这种子要是混在一起就没用了。没用。对了，我们新编了一句简单易学的口诀：棉种混种最不好，要一家只种一种最好。来，这个日商和田丰志等人收购了原美商宏源纱厂，多家日资纱厂正在华筹办工厂，来势汹汹啊！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局啊！日商确实是实力雄厚，而且它是军政商并举，不仅大建纱厂，还要断我们原材料，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做好大垦牧事业，方能自保。哎，总之一句话，若想扬商不欺，唯有实业自强啊！四叔，如今国内时局动荡，南北战乱不断，此时大办厂办垦牧，肯定要大量举债啊！如果后续的产销跟不上，恐怕一厂二厂也会被拖累呀。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倡导要兴办银行，顾虑就在这儿。集资贷款，你让实业银行去操办，这样呢，你万事都有个转换，不会因为说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漏洞造成拖累。到点了，我得去巡夜了，你们先吃。天凉多穿衣服啊。好，没事没事啊。好，注意点啊！江董，银行的事情你也发表意见。这个开办银行，我支持啊。主要是以前的这紧巴日子我过够了，再加上控股，你们又担心什么信用危机，所以两下相权呢。哎，我觉得办银行最好。还有四哥呀，你定下了这15项水利工程啊，那得要用多少银子呀？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银子扔到海里头，我有点心疼，我还真有点不同意。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水利不治水，它哪来的利呀？
我不是不同意办水利，我的意思呀，哎，咱们得量力而行了。哟，江公子啊，有什么事吗？哦，没事，我随便转转啊，你忙你的。啊，好哎。孟生啊，其实你说的对，宝滩呐，这所有的费用确实是不应该由大圣一家独担。听听，这话才对嘛。我是这么想啊，宝滩工程资金来源一共是3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筹募，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大圣捐赠。3位一体，宝滩事业就可以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把治水和银行连在一起谈的原因。哟，四哥，你要有这话，我就不担心了。那就让江道民去操办吧。来，咱们干一个。来。哎，站住！志离，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我找亮祖，亮祖人呢？亮祖巡夜去了，找他什么事儿？哦，巡夜去了。嗨，那静茹呢？你就说你找他们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好久不见他们了，我想过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他们呢都挺忙的，你要找他们呢，明天去找啊。哦，行，我先走。哎，等会儿，爹今天做了几个好菜，走，陪爹喝2口。我就不去了啊，爹，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就不瞎掺和了。改天我陪您跟四伯好好喝，好不好？少喝点，爹啊。哎，我先走。哎。嘿，还学会关心我了。任哥，哥来了，坐。吃饭了吗？刚吃过。你喝酒了？喝了2口。赶紧喝点茶。都正常吧？他俩刚去巡夜，我等会儿再去看一眼。歇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怎么样？那走，我们刚刚巡完夜回来。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见头给我。我们先走了。辛苦了。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找我？哎呀！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任总，这不是偷，我是来，我借用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说什么？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你跟我见你爹去。哎，不能跟我爹说，我求你了啊！哎，任总，你不这么着，你听我讲，哎，任总，你别告诉我爹，走，别走。着火了！你好，大圣烧茶故事厅。三先生、四先生在吗？三先生、四先生在。通海垦木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什么？哪里着火了？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通海垦木公司。哎，好。爹，四叔，莫生叔，那个任祖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爹，任祖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激，现在情况危险。人祖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啊，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爹。你跟我来吧。哦。其他人麻烦等一下。梁祖，怎么会着火了呢？不是你去巡夜了吗？任祖怎么会受伤了呢？都怪我，都怪我。着火了！快！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我是爹爹。现在说什么？
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跑这干嘛来了？你说，你找静茹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坎木公司着火，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没关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静茹死了，他是你三伯的亲儿子，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静茹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爹，你相信我，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爹。爹，你现在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我。你去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是国华猫，他让我去偷美国的长绒棉种和实验数据，但我没想到会碰上静茹，结果那个油灯就打翻了，把那些东西全烧起来了。我害怕极了，所以我就跑了出来。但我没想到静茹，爹，我错了，爹，我真的不知道，爹，我错了，爹，我怎么办？我去自首，再不行我就找三伯，我把我这条命递给他，爹。晚了，一切都晚了。从今以后，咱们江家在张家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了。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啊！1918年5月15日晨，文子侄张静茹客逝，悲痛欲绝，数万连道之。为尽静茹半兴小学之遗愿，静茹遗孀倾尽家产，于唐闸河东建立校舍。1919年9月，私立静茹高等小学校
落成开学。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尚未定论，所以呢，也不宜对外宣传。我们3个先商议商议。后生啊，你讲一下上海的情况。这次去上海，拜会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共议筹划建立银行的事宜。朱会长也明言了，上海金融界的确有意在南通建立银行的对站，但他们只是要把主导权放在上海而非南通，这不符合我们筹建淮海实业银行的初衷啊。我看这样，现在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当中提取1/10，投入淮海股份，然后再通知与大生投资有关的各个公司，也在红利之下择肥而食之。其次呢，对外宣传发展地方实业为由，对外招股，这样3管齐下，把大生的股东就很自然的转变成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股东了。江董，您的意思呢？三哥说的，我举双手赞同。那三先生和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四先生还建议职员方面呢，就从我们开办的银行专科和甲种商校的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三哥，孟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那个，我也测算了一下这个淮海实业银行的注册资金以500万比较合适。按照银行的通例呢，实收资本呢占到总额的1/4时即可开业。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抓紧召开股东大会，讨论这个议题。好。一回来就扎在书房里头，今天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忘记了？没有啊。真的没有？哎呦，今天是一儿回国的日子了，我忘了接船了。快，现在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什么呀？人我都给你接回来了。怡儿，爹，我回来了。终于把你盼回来了。儿子不负爹娘所望，学成归国，以后可以为爹分忧了。好。好。1919年8月18日，特莱克溘然长逝，我闻讯悲痛欲绝，念其在南通任职时非常勤慎，凡鄙人兄弟所营地方水利工程之事，及不在建工范围以内者，无不乐为尽力，擘画周详，功德热心，真不愧老友。奈阁君之孝子，我一人是对他敬仰何及，感激又何及。立誓愿为营葬于狼山之路，一直不忘。这些日子为了公葬特莱克之事，四先生劳神劳力，你辛苦了。规划南通宝滩是他，监督遥望港工程也是他，任职勤勉，实属罕见。唉，太年轻了，可惜呀。逝者已矣，我们唯有好好完成他的待续工程，才可让特莱克之名与港渣同垂不朽。还有什么事吗？外交部来电，说为了加强中日商务交流，近日将有日本外务省派遣商务考察官员造访南通，
让咱们妥善接待。司先生，我们有必要接待如此的考察吗？当年我不是也在日本考察了3个月吗？有来有往，没理由拒绝的。再说，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全国的自治范本，没什么可遮掩的。接待上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好，我知道了。各位董事，司先生曾经说过，近20年里，花、纱、布、同业干艰难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金融关系。是的，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通海啊，1年5000余万的贸易额，但是金融权并不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以为兴办银行已经势在必行。民国8年，我们大生股东常会决议，投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各位董事对此没有异议的话，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接下来是今天会议的第2项议程，即确定未来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人选。各位董事如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尽可提出来，由董事会议定。我以为啊，一个商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账目、筹募资金，他要运用他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大生创造更新的价值。所以各位有什么人选，尽可以畅所欲言。那我提议江梦生江董为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候选人。梦生，你的意见呢？我老了，学不来新鲜东西了，我不合适。哎，郭董在上海人脉广博，又是大生的创始股东之一，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郭董的意见是，季志雄啊，我就算了吧，在上海拼搏了大半辈子，只愿能安享天伦。这个已经没有心力做这个总经理了啊！若是勉为其难，也怕会影响银行的发展。江董、郭董均退避贤路，可谓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咱们今天总是要将这个总经理的人选议定出来。其实还有一个人选，请讲。我举荐肖若，他可是从美国留学学成，正可担当此任。是啊，肖若曾在美国学习商科，不正可以学以致用，接手管理吗？肖若尚年轻，此事委以重任，恐怕不妥吧？这个举贤不避亲，我推举肖若，我觉得他可以胜任。三哥说的对，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各位认为肖若如此年轻，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可以服众吗？这事简单，您若担心他难以服众，有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扶持着，应该不是问题。既如此，司先生、三先生，我看那就这么定吧。各位董事，同意张孝若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外人觊觎通海实业，欲设银行，握金融，无心幼稚。与其受制于人，不如造字为盟。遂倡立淮海实业银行，于通州、崇明、海门设立3处对站，
便于棉花纱布转运，再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使买卖看样论价，竞争全球市场。金融活则实业兴，如此10年经营，通海实业必然站稳脚跟，金融自主，保民生，不再受日资倾轧之影响。大生终有与列强资本一战之力。かが何か両方がございますが。ノークはしないのか。かが、こうした形式的な儀礼よりも実際なことをやる方がより重要でしょ。その態度で体制に入るなら追い出されるだけだ。ということは、国民政府はすでに朝見を選択し、大政へ視察に行かせる。国民政府と帝国海部省はほとんど役に立ってない。朝見があなたの視察を承諾する決め手となったのは渋沢栄一だ。彼。郭先生，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郭先生，请放心，他们都很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他们。这是棉籽，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脚棉籽样本。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明年开种的时候，我要让所有的垦牧公司都种上这样的棉籽。当然了，这件事情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先囤积大量棉花，等大生绝收后，你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但是倒卖棉花所挣的钱远远比我在大生的股份要少很多，这么做就是舍本逐末。郭先生，大生纱厂迟早是会被我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的股份分文不值。您好，您是申居先生吗？是，请往这边走，刘经理在前面等你。曾居先生，这里就是大生一厂，也就是4先生和常董们亲手建成的大生纱厂。至1915年，一厂纱锭增开至6万余枚，平均日产纱140多件。非常感谢刘经理为我们介绍如此详实的数据。不过，作为马上要为大生提供巨额借款的债权方，我们更担心的
是借款的风险。我们好像还没有确定向日本借款的方案，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借款的要求也是贵方主动提出的。但是你必须要大量的资金去组装，这也是机器啊。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希望自己来解决。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淮海实业银行的原因吧？淮海实业银行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还会借助更多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南通实业的资金问题。刘经理，除了大生纱厂，我们对整个南通的实业、教育、垦牧、水利都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刘经理可否安排我们这些地方进行调查？当然可以，我会做好安排的。哎呀，多才也是。谢谢。火生兄，我觉得这2个东洋人不怀好意，我叫几个人把他们轰走吧。四先生说了，诚为根本之计，不怕他们来。啊。